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台北的 G-Car 230G1 的4缸引擎的缸压测试。标准的缸压应该在这10到12之间不应该低于8.5公斤。这部车是1985年的W461 230G1，这是2300cc 的，它的引擎跟我们 W124 的230跟200的引擎是同一颗引擎，是 M102 的引擎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进行第一缸的缸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我们看到第一缸的缸压已经在13了，那缸压已经稍微偏高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缸的缸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二缸的缸压也在13跟第一缸几乎是一样的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缸的缸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三缸的缸压也大概在13左右，跟第一缸、第二缸的缸压是一样的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最后一缸第四缸的缸压测试。好，开始。第四缸的缸压也在13。我们得到一个结论。这部车的M102 引擎的缸压，每一缸都在13的缸压，而且这缸压打上来的时候呢，就感觉上是非常饱满的，很容易就达到那个要求的缸压。那大哥不敢肯定说，G-Car 的这个 M102 引擎，它的缸压是不是比较高？设定的比较高，因为如果从其他数据的 M102 引擎，比如说W124 的230E 或者201，它们的缸压大概都应该标准在10到12之间。但是这颗引擎呢，状况感觉上是相当好。那每一缸都在13公斤，至少我们了解这颗引擎是非常健康的，因为它是1995年的车子，那到现在已经快30岁了。但是这颗引擎它很特别，就是每一缸的缸压都一样，所以我不认为说这颗引擎积碳严重，应该讲说可能是 G-Car 它的 M102 引擎的设定是不是比较高一点？因为大哥发现它的比如说以它的分油盘来讲，它这个分油盘都是4缸的分油盘，我大哥就发现它有2种规格，一种是那个黑白标的，一个是红标的。那红标的它出油量就是1分钟190，那黑白标的026，最后3码是026，这个分油盘它是只有170ml 的出油量所以这个大哥还要再待查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测缸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7缸是不是有漏气或是磨损的状况。当然如果说老车超过30年，它缸压偏高，比如说超过12，那12公斤的话，大哥也不建议说要去拆引擎去清积碳，因为这个对引擎毕竟是一种侵入式的处理并不好。老车要常常开。那经过大哥整修过这个分油盘以后呢，这个车子的引擎不容易坏，至少50万公里没问题。分油盘
在整修之后，在堵塞应该是20年以后了啊。大哥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啊，拜拜喽。